出什么事了？你好好说。你让我看着的那几个人，他们被野猪围了。野猪？是啊，好几头呢。你还是快去看看吧，吃完了，他们可就要进野猪的肚子了。这些愚蠢的人类，竟然赶到山里来，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刚好我们没有食物吃，就拿他们填肚子好了。都给我用力，把他们给我撞下来。今天咱们要饱餐一顿。哈哈哈哈哈哈！我去，好多野猪啊！不行不行，咱们还是赶紧跑吧，等下全都被吃了。闭嘴！妹子，咋办呀？这么多野猪，咱们一人一头也打不死啊！张大哥，你们先上树吧，我看看能不能把他们赶走。那怎么行？就算要赶，也是我们来赶。大妹子，你上树，我们来赶走这些野猪。是啊，大妹子，你先上树吧，我们来赶走这些野猪。好了，都别争了，赶紧都上去吧。等下野猪被吸引过来，就一个都跑不了了。我是老板，你们是工人，工人就应该听从老板的话，不然回去我就解雇你们，以后都不再录用，工钱也不发。这……放心吧，不会有事的。你们忘了我力气大了，他们要是敢攻击我，我一拳一头直接给灭了。就算灭不了，我还能跑呢。最后在钱昭昭的坚持下，他们还是不得已爬上了树。喂，女人，你想干嘛？你不会是要为了救那些人，把自己送给野猪当食物吧？停下，快停下！我们在想别的办法。我们在去山下叫人呢，你这样很危险的，你知道吗？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吃了你就能放走其他人吧？别天真了，你一个女人身上没那2两肉，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呢。这里竟然还有一个人。长得有点丑，不过能吃就行。这脸怎么这个样子？不会有毒吧？秦昭昭怎么过来了？大妹子，你快跑！这些野猪很凶的。哼，跑个屁啊！这女人又丑又瘦，吃不饱就算了，看看那脸，老子还怕给我吃中毒了呢。就是，还是先把树上这几个弄下来吧，饿死了。真的会戏，连野猪都嫌弃我。算了，不气，跟几头猪计较什么？嘿，猪头！叫谁猪头呢？你个丑女人，你才是猪头！猪哥行了吧？你们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把这些人放了？这女人能听懂我们说话？嘿，神奇了，竟然真的有人类能听懂咱们说话，有意思。哼，给你个面子，你算老几呀？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说我算老几？死女人，滚一边去！劝你别多管闲事啊，不然连你一块吃了。嘿，今天这事儿我还真就管定了，这人你们就说放不放吧，不放我可就不客气啦。他竟然说要对我们不客气。头儿，这丑女人竟然敢这么调戏你，千万别放过她。就是，咱们倒是要看看他想怎么不客气。行了，那老子倒要看看你今天想要怎么个不客气法。本来看你丑，想放你一马的，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别怪老子了。头儿，你没事吧？头儿，我操！这该死的女人竟然敢打伤我们的头！兄弟们，弄死她！钱昭昭已经开干了，一锄头一个，野猪连他的身都没进着，就已经被拍飞了。如果你们说了给我个面子，把人放了，你们非不听，这下好了吧？被打趴了吧？女人，你想怎么样？想怎么样？当然是把你们全都拉回去开席了。你放过我们，条件随你开。哼，放过你们，你算老几啊？那你放了他们，我跟你走。我向你保证，以后他们不会再动人类。此话当真？当真。头儿，不可以！闭嘴！
你们跟着我死有什么用啊？只要他放了你们，你们就全都给老子好好活着。以后遇到人类都绕着走，不许再对人类出手。咱们做野猪的也要守信用，听到没有？知道了。行了，你们都走吧，我今天不吃你们。当真？当真。你们只要保证以后不伤害人类就行了。走吧走吧，都走吧。唉，本来还想让你们帮着干活的，但是看你们这样，还是算了吧。都怪我下手太重了。野猪们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见他的嘀咕，保证着以后肯定不会伤害人类后，就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离开了。大妹子，你好啦，都别发呆了，赶紧收拾收拾下山吧，都中午了。对，都中午了，都别愣着了啊。钱昭昭回来后，穆小香已经做好了午饭。午饭过后，休息了小半个时辰，钱昭昭又继续进山干活。进山没一会儿，一团白色的影子就突然从旁边的灌木丛窜了出来。我去，什么东西啊？这是狗还是狼？小白，你怎么来了？哎，大妹子，这是你养的狗啊？是啊，之前在路边捡的，那时候它刚出生，我见它可怜，就把它捡回来了。哦，原来如此，刚才还以为是什么呢，吓我们一跳。这狗还挺聪明，竟然能找到咱们。它真的是狗？我怎么看着有点像狼啊？之前山里有一头狼王，就是白色的，他的媳妇儿也是白色的。我怎么看着这小白有点像他们的孩子？小白，我要干活了，你自己在一边玩，别乱跑啊。而小白则是盯上了一旁的野鸡。你想做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乱来啊！我可是你主人的朋友，你敢对我做什么，你主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好在小白没搭理他，歪着脑袋看了他一会儿后，就窜进了一旁的灌木丛。娘呀，吓死个人！都是大妹子好好的一个人，咋还养狼呢？小狼崽子，你去哪儿？你别乱跑啊！等下你主人找不到你啦！钱昭昭不知道这些，等他们挖完了这里的2棵树后，才发现小白和野鸡都不见了。哎，那带路的野鸡呢？没事，我能找到。一直到晚上，钱昭昭给大家发了一天的工钱，然后准备洗手吃饭，小白才灰扑扑地回来了。野鸡也跟在他身后。停，你身上怎么这么脏？你们下午干啥去了？大妹子，你这个狼崽子真的是太能跑了！一个下午，他从南山跑到北山，北山跑到东山，我真的，要不是我腿脚灵活，都跟不上他了。是吗？小白这么厉害呀？厉害个锤子！不过他倒是做了件好事儿，这是他在山里找到的，特地刨了带回来给你。这是人参？我的妈呀，真的是！你们在哪里找到的？不是说了吗？他在山里刨的。小白，你太棒了，妈妈爱死你了。这是人参吗？是啊，人参。是小白带回来的？你说这2根人参能卖多少钱呢？200两不止吧。举着人参乐了许久，钱昭昭才打了个哈欠，将人参收起来。相公，你出去吧，我要洗澡啦。一想到钱昭昭在里面洗澡，他身体竟然又莫名的燥热起来。二哥，你也想洗吗？可是没水了呀。无事，等下他洗完了，我顺便洗一下就好了。好吧，那我睡觉去了。穷讲究，现在几个月不见下雨，谁家用水不是能省就省？就他还天天大桶大桶的挑来洗澡，到时候没水了，看他上哪儿洗去。大嫂以后最好对我娘子客气些，毕竟现在已经分家，我娘子如何，还轮不到外人来说三道四。就算分家了，
我也是你们大嫂，长嫂如母，我说她2句怎么了？有本事你们再去官府告我呀！吴春兰刚刚说完，就对上了穆思远的眼神，整个人瞬间僵住了。他咬了咬牙，回屋去了。我刚才好像听见你跟谁说话了，谁啊？没谁。洗好了吗？好啦。我也洗一下。啊？可是这水已经脏了呀。无事。那好吧。钱昭昭坐在穆思远刚才的位置上，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穆思远那柔弱又不失精壮的身体。哎呦喂，脸有些发烫。今天相公竟然要洗白白了，不知道是不是准备迎接我的扑倒了？在笑什么？你怎么这么快呀？不快了。好吧，洗好了吧？洗好了就睡觉吧。娘子啊，我们相公，我们是夫妻啊，那是不是应该做点夫妻该做的事啊？想到夫妻该做的事儿，他低头吻住了钱昭昭的嘴唇。许久之后，他有些气了，这男人似乎只会亲吻，他嘴都快被亲肿了，他也没有下一步动作，干脆自己主动伸出了手。于是在钱昭昭的引导下，两人终于圆房。翌日，钱昭昭华丽丽的起晚了，发现穆思远不在，想到昨夜的疯狂，喵的，亏我之前还想着那男人身体不好，不忍心折腾他，昨晚一整夜下来，他哪有一点身体不好的样子，身体明明就好得很嘛。好不容易穿好衣服，揉着腰来到外面，他发现家里来了人。结果出来了吗？穆成明被抓后，一开始是死不承认的，后来县令就一边派人去查，一边对他用刑。最后还没查出来，穆成明就自己熬不住，全都招了。确实是他推穆父滚下山崖的，不过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不小心的，他也很伤心。乖，别哭了，凶手得到了惩罚，我们应该高兴才是。我们应该高兴才是。想通后的穆小香当即开始关心起钱昭昭来。二嫂，你好点了吗？我什么好点了吗？二哥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还让我别吵你呢，说让你多睡一会儿。好啦，我没事了。钱昭昭洗漱好后，三人开始吃饭。这时小白才蹭到了钱昭昭脚边，同时幽怨地看了穆思远一眼。你得罪他了？没。还说没有，这男人昨晚把他赶了出来，今天早上也不让我们进去。大妹子，你老实交代，你们昨晚是不是那个啥啦？他好歹也是过来鸡，自然该懂的都懂。对了，我早上没有起床，那张大哥他们有进山挖树吗？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早上我本来想等你一起的，谁知道你男人威胁我，说我不自己去就把我杀了炖汤。我说我上有老下有蛋，还是你的朋友，他不能这么凶残。结果他说他可以一锅端了，然后重新学一只野鸡就是。这当然是野鸡编的，穆思远又听不懂他说话，怎么可能跟他对话？听他们说这几日都是这只野鸡给你们带的路，我便也让这只野鸡去给他们带路了，所以早上他们有正常上工。那就好。辛苦你啦，快吃吧。还不辛苦不辛苦，谁让咱们是朋友呢？下午的街道上人不是很多，钱昭昭让穆思远先将牛车赶去了镇上的医馆。哪知牛车刚停好，就见医馆里围了不少人。二哥，我看着牛车，你陪二嫂进去吧。你不是大夫吗？赶紧想办法救救他啊！不是我不救啊，是我无能为力啊。他这外伤还好说，可他身上的毒啊，我也解不了啊。你还是赶紧送他去县里找更厉害的大夫看看吧。他这个样子哪里还能撑得到县里啊？我不管，你今天必须救活他，不然我就砸了你这医馆。我看看吧。你是谁啊？这时钱昭昭突然上前，蹲在了那男人跟前，开始给他把脉。怎么样？
他是不是被人追杀？那些人的刀上抹了毒。对，你是不是有办法救他？只要你能救活我家公子，什么条件随你开。条件就算了，医者仁心。钱昭昭语气没有一丝的慌乱，一边给男人处理伤势，一边报出一堆的药名。我们医馆没有100年的人参呢，10年的倒是有。我有。相公。穆思远淡定地从怀中取出2根人参。这是200年的人参。钱昭昭继续报了一串药名，然后让掌柜的赶紧找人煎药。等他把男人伤势处理好，并且包扎好后，药也煎得差不多了。这样就好了吗？应该是差不多了。刚才给他喝的是解药，记得每日给他喝3次，连续喝半月。好啦，给钱吧。刚才的人参呀，我们本来是要拿来卖的，掌柜的说了是200年的，1根300两，你们用了1根，还有1根，还要吗？好。小厮反应过来，赶紧去翻身上的钱袋，可是最后发现只有100两。这位姑娘，我这里暂时不够300两，这样我先给你100两，剩下的我给你打欠条，等我们家公子醒了再给你剩下的200两。行吧，反正你家公子暂时也不能随便挪动，过2天我再来找你们。好，我们暂时住在镇上的醉霄楼。出了医馆的钱昭昭心情很好。穆思远虽然依旧疑惑他是怎么学的医术，可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问。或许他也有他的秘密吧。东西买的差不多了，3人这才赶着牛车出了镇子。这时好几个手持木棍的人突然从2边窜了出来。我靠，你们谁啊？有病啊！干嘛？当然是抢劫了，把那银子交出来，哥几个就放你们离开。抢劫？就凭你们几个小瘪三？靠，大哥，他竟然敢瞧不起咱们！姑奶奶饶命，饶命，饶命啊！说，以后还敢不敢抢劫了？不敢了，不敢了。以后见着我都给我上前来，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姑奶奶，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了。把你们身上的银子都拿出来。什么呀？姑奶奶这叫反抢劫，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社会的险恶。别废话，赶紧的。地上的几人压根就不敢反抗，赶紧在身上摸银子，哪知摸了半天就摸出30几个铜板，这还是他们几人身上凑出来的。没用的东西，这么几个大男人，这样1吊钱都没有。滚！二嫂，你刚才好厉害。还好，相公，走啦。牛车缓缓驶动，穆思远一言不发。钱昭昭没发现什么异常，还在被穆小香各种崇拜恭维着。一晃眼便到了晚饭的点，张大山他们也回来了。众人领了工钱，又关心了钱昭昭几句，问他今日怎么没去啥的。大妹子啊，之前砍出来的那块地方已经都种上杨梅树了，咱们明天还要继续去山里移植吗？这几天辛苦大家了，为了犒劳大家，我们特地去买了肉，今天晚上请诸位叔叔大哥就在我家吃吧。这意思就是暂时没活了。众人失望不已，但也没再说什么。相公，你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洗好了吗？你今天下午回来后就好像情绪不太对，跟我说说，因为啥？确实没什么，就是突然觉得我好像没什么用。你咋会这么想？不会是因为今天下午被抢劫那事吧？从小到大似乎除了读书我就什么都不会，现在遇到危险了还要靠你保护。相公，谁说读书没有用了？我现在保护你，那靠的全是蛮力，说不定什么时候遇到个比我更厉害的就出事了。
你不一样，你把书读好了，以后考状元当大官，才能真正的更好的保护我们。是吗？是啊，你看今天那几个人，他们是被我打败了，但是谁知道他们心里会不会服气，会不会以后又找更厉害的来欺负我们。但是如果你当了官，用律法来制裁他们，他们敢不服气吗？我不会让他们再来欺负你们的。这就对了嘛，别想那么多，我们是夫妻，是一体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现在保护你，你好好念书，以后考上状元当了大官，再用律法来保护我们，好不好？翌日，钱昭昭又是睡到日上三竿才醒。哼，那男人哪里是什么病弱美男，简直就是一头恶狼，我就不该给他开窍。醒来啦，来洗漱吃饭吧。吃完饭后，他就跟穆思远一起去了镇上。掌柜的，我跟你打听个人。是钱姑娘啊，你想打听谁啊？穿一身白衣，不过受伤昏迷了，身边有个小厮在照顾他，应该是前几天才住进来的。酒楼是有这么个人，不过姑娘，你找他们什么事啊？他们欠了我钱，我来要债的。那钱姑娘你等等，我让人上去问问，人家不同意啊，我也不好直接带你上去。好嘞，麻烦掌柜的了。掌柜的说着不麻烦，然后叫了个伙计上去通传。姑娘，这位是？这是我相公，姓穆，叫穆思远。相公，这位就是醉霄楼的掌柜的。多谢掌柜的照顾我家娘子，小生在此谢过了。原来是穆公子的，幸会幸会。倒是不知道钱姑娘已经成亲了，看来以后得叫穆夫人才是啊。姑娘，你们来了，那日多谢姑娘出手相救，我家公子已经醒来了，听说姑娘过来想见见姑娘。听说是姑娘救了我，谢谢姑娘了。不必客气。在下明凤，不知姑娘贵姓，来日定会报答姑娘。我姓钱，这是我相公，姓穆，报答就不用了，我就是来看公子恢复的如何，顺便取回之前的200两银子。明凤自然已经听说了这个，当即让小厮去取银子。听说姑娘手里还有一根人参，不知可否卖与我？自然是可以的，不过跟之前一样，一根300两。明凤公子可愿意？自然是愿意的，200年的人参卖300两，很正常。他话音落下，小厮也拿来了银子，100两一张的，整整5张银票。既然公子已经没事了，那我们就先告辞了。哼，相公，你娘子我又有钱了，想要什么礼物，娘子送你。没有什么想要的，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相公什么时候会撩人啦？人家当然会一直在你身边啦。娘子，周围还有人呢。怕什么？我管自己相公又不是见不得人，而且我相公长得这么好看，我要是不拉紧一点，万一被别的女人看上了勾走了怎么办？随他了。两人又在街上逛了小半个时辰，终于看见了一个卖牛的。大叔，这小牛仔怎么卖呀？大妹子，你要是真心想要的话，就给个8两银子吧。这牛虽然现在年纪小了点，但是你买回去养个1年半载的，肯定就能给家里犁地拉车的。行，8两就8两。好嘞，好嘞，谢谢大妹子。小牛牛，跟我回家啦。小牛依旧怯生生地看着他。好啦，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你对我好有什么用？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亲了。那怎么办？要不你早点长大，然后我找个公牛给你配种，你自己当娘亲。你竟然能听懂我说话，好神奇呀！那你能听得懂鸡、猪、鸭、鹅说话吗？钱昭昭点头。哇，你好厉害！你该不会也是我们的同类吧？理论上算是吧，毕竟人类也属于动物嘛。虽然小牛仔还小，还没到能拉车的年纪，但钱昭昭还是去配了辆牛车。小牛牛，
你看我这8两银子也不能白花，所以你就赶紧长大，然后给我们家耕地拉车，知道吗？我会赶紧长大的。你们上来吧，我现在也可以拉你们。别了吧，你太小了，我们不忍心压榨你，你就先拉空车吧。出了镇子后，2人一牛行走在安静的回村道路上。娘子，你是不是能跟动物交流啊？对啊，我能跟他们交流。你为何能与动物交流啊？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从小我就很喜欢各种小动物吧。回到家里，看到新买回来的小牛仔，穆小香高兴极了。二哥二嫂，这是你们新买的牛车吗？这小牛看着好小哦，能拉得动车吗？是啊，我们新买的，不过似乎又要再搭一个牛棚了。无事，等下吃了午饭，我叫张大哥他们来帮忙搭一个就是。小牛有了自己的新家，虽然还是会想念自己的娘亲和以前的主人，但知道再想念也没有用了，只能欣然接受自己的新主人。一转眼就到了秋收，不出意外的，今年每家每户的收成都不如往年的1/3。这可怎么办呀？今年就收这点粮食，到时候再一纳税，咱们连饭都没得吃了。还是穆家好啊，有穆思源那么一个秀才可以免税，虽然粮食少，但是他们就3个人，吃饭完全够了。难道咱们今年就要等着饿死吗？钱昭昭看见这些情况也是无能为力，直到一次上街，他遇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人。哎呀，钱妹子，真的是你啊，你还记得我不？自然是记得的，于老板嘛。叫啥于老板呀？妹子要是不介意啊，叫我一声于大哥就行了。于大哥，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呀？什么生意都会沾一点，主要是看什么好买，不过主要还是做药材的。药材？对啊，我们会从南方收集药材拉到北方去卖，然后又会收集北方的药材拉来南方出，有时候也会出一下南清国，从别的国家拉些特产回来卖。这不，这次我们从黎国回来，就拉了一种叫马铃薯的东西，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据说这东西啊，在黎国可是好货。于大哥，你刚才说什么？马铃薯？对啊，怎么了？于大哥，可以带我去看看那些马铃薯吗？如果是我想的那种的话，我可以花钱买。妹子，你这说的什么话？我们这次拉的不多，也就200多斤，你要是要啊，大哥送给你便是。那就先谢谢于大哥了。于弘毅从自己的仓库里拉出了一个大麻袋，里面装得满满的。于大哥，你这马铃薯有多少？没多少，就2袋。行，那我都要了。这一袋多少银子？我现在就给钱。大妹子，看你说的，就2麻袋，也不是啥好东西，你要直接拉走就是了，不用给银子。那怎么行？银子还是要给的。大哥，你出个价，我们全都要了。行吧，那妹子，你给个5两银子就好了。好嘞，那我就不客气了。娘子啊，这些是何物啊？为何能让你这般高兴？这是土豆，是一种产量很高的食物，而且不挑地，不挑天气，只要种下去，过个3-4个月就能丰收了。产量很高，好吃吗？必须好吃啊，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菜来吃。有了这2口袋土豆，乡亲们这个年肯定不用饿肚子了。钱昭昭又把它们裹上草木灰，直接扛去了地里开始种植。钱氏，你说的那个土豆当真能高产？现在也不是种地的时节，这能种活吗？不出意外的话，是能种活的。至于高产，毕竟第一次种，我也不确定能亩产多少，就当试验一次吧。如果产量理想的话，村长再呼吁大家一起种。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东西能高产的？是我小的时候出去玩遇到了一个大叔，他跟我说的。钱昭昭开始胡编，当时那个大叔说话跟我们有些不一样，不过我还是能听懂。他就带了这个土豆，他们那边叫马铃薯。说话跟我们不一样，难道是黎国来的？
应该是吧。而且他说这东西在他们那边很多人家都会种，每年靠吃这个都不会饿肚子。好，前世啊，如果这东西真的能高产，不让大家饿肚子的话，你就是咱们村的大恩人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已经有小土豆苗长了出来。吴春兰简直不敢相信，如果这事儿真的成了，那钱昭昭可就成了整个南溪村的恩人了。那他岂不是永远都翻不了身，更是永远都不可能为当家的报仇了。不行，我不甘心，凭什么？钱昭昭那个又丑又贱的贱蹄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踩到我头上。不远处，一只田鼠眨着眼睛看着他，见吴春兰将手里的土豆苗狠狠一扔，还用力踩了几脚才离开后，田鼠也嗖的一下跑了。喂，鸡姐！野鸡自从之前在钱昭昭这儿住了一夜后，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无聊了就跟那些家鸡打个架，别提有多香了。什么事儿啊？鸡姐，我刚才看见有个人去了土豆地，拔了一根土豆看了半天，就恶狠狠地踩了几脚，然后离开了。你说真的？那人长什么样？田鼠想了一会儿，正要说话，就看到了正好从外面回来的吴春兰。就是他！我靠，又这个疯批！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行，你答应给我粮食的，我那些孩儿们可都还等着呢。等着。不一会儿，拖出来一小袋粮食。鸡姐，我走了，下次有情况再来找你。晚上，一直盯着大房的野鸡看到吴春兰悄悄摸摸地出了家门，赶紧去禀报钱昭昭。半个时辰后，外面热闹了起来。穆思远，快去村长家看看吧，有人去你们家土豆地里使坏，被李景山兄弟抓到了。村长，我真的没有去地里下药啊，我就是路过刚好尿急，就想去解决一下，谁知道就被他们给抓来了。你有病吧？大晚上的路过那边去找鬼吗？不是，你大半夜的去那边干嘛？别跟我说路过，那块地又不靠路边，你路过那里做什么？我真的是路过，有没有人规定晚上不能去那里？我不管，反正你们不能仗着我是个女人就这么欺负我。不是，我们亲眼看到你拔了2根土豆苗，你还想抵赖？要不是被我们抓到，今天晚上那些土豆苗怕是都要遭你的毒手吧？你个黑心肝烂肚肠的毒妇，那些土豆苗招你惹你了，你要这么去迫害？就是啊，你是想看着我们整个村饿死啊，你才甘心是吧？我们村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蛇蝎心肠的东西？村长一定不能放过他，把他赶出去！把他赶出去！村长爷爷，求求你不要赶我娘走！玉丫头，对不起，对不起大家，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我娘对不起你们，她犯了错，你们惩罚我好不好？不要赶我娘走，求求你们了！思远、前世，你们看这事儿咋解决？哎，这是让我来当这个恶人呀？还是赶走吧，他留下来以后若是再使什么坏怎么办？我们这一村的人总不能天天提心吊胆防着他一个人吧？二婶，我娘知道错了，她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我看着她一定不会再让她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求求二婶，不要把我娘赶走，求求你！额头与地面的撞击声一下又一下，仿佛撞在大家心口一般，一揪一揪的难受。不是，你倒是说句话了，这么大个人了，连个孩子都不如，看看你闺女头都磕出血了。就是认个错有那么难吗？都被人当场抓住了，还想抵赖呢？娘，你就给大家认个错吧，你难道真的想丢下我跟穆轩、穆青吗？吴春兰被他最后一句话给说动容了，他一直不说话，就是因为不甘心。我认错还不行吗？我确实是去土豆地捣乱的，
可我就是不想让钱昭昭被你们那么多人供着呀！凭什么他把我家成名害得那么惨？你们不仅不帮我们说句话，还跟他那么好，天天跟他嫂子长被子短的，对我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官是我报的，他也是我送进大牢的，所以这件事与我娘子无关。大哥那是他自作自受，你凭什么还要挂在二嫂身上？爹对他那么好，他却狠心将爹害死，说什么失手不小心全是借口。我看说不定他就是故意的，他嫉妒爹娘喜欢二哥不喜欢他，觉得自己不是爹娘唯一的儿子，所以狠心将爹害死。你们说是他推的就是他推的，说不定是你们买通了官府对他屈打成招呢。你也说了那是他爹，他怎么可能狠心害死自己爹？哼，大嫂可真是看得起我，竟会觉得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收买县令大人。就是不知道县令大人听见大嫂这么污蔑他会是个什么反应。你别胡说我哪有污蔑县令大人，我说的是你们。村长，我看大嫂并没有悔过之心，甚至还觉得自己做的没有问题，还是把他赶出村吧。至于沐雨他们，沐雨也10岁了，能独当一面了，大嫂能做出这种事，想必也没有想过3个孩子的死活。他们将来要是过得不好，也只能怪他们爹娘。不行，你们不能把我赶走，他们还这么小。我知道错了，我以后改，我改还不成吗？我以后不跟你作对，不找你麻烦，也不做什么伤害大家的事了，还不行吗？这一刻，他似乎终于意识到，如今的钱昭昭不是他想害就能害的，到底是顾忌着沐雨他们3姐弟。村长最后只让人打了吴春兰20板子以示警戒，以后要是再敢整什么幺蛾子，就不会再留情了。香果，你说他真的会改吗？不知道，改不改取决于他对自己的孩子有多少责任心吧。钱昭昭又叹了口气，他刚才说10岁能独当一面，是真的有点违心了。睡吧。次日一早，钱昭昭刚打开房门，就看到对面大房的房门也打开着。二婶，早啊。看着沐雨端着水盆回了厨房，钱昭昭这才眨眨眼，收回视线，但还是有些茫然。二嫂，你起来了呀？是啊。二嫂，你怎么啦？没啥，就是刚刚沐雨竟然叫我了。话说我昨晚差点把他娘赶走，他应该讨厌我才是啊，咋还叫我了呢？可能是以前有大嫂压着，他不敢叫你吧。现在大嫂卧床不起，他肯定胆子大了。有道理。对了，你二哥呢？挑水去了。这水平时不都是我挑的吗？他今天怎么去挑了？估计是觉得昨晚累着你了呗。去，就你懂。做的还不让鸡说啊！我告诉你啊，年轻人要知道节制，不然很伤身体的，知道吗？是的，我每天晚上都想跟娘亲睡的，可老是被那男人赶出来，我很生气。乖，别听那只骚鸡胡说，娘亲永远是最爱你的。娘亲真好，小白也最爱娘亲。穆思远挑水回来，看到这一幕，也听到了钱昭昭的那句话：你今天怎么去挑水了？这活儿我来干就行了呀。这活本就应该是我来做的。钱昭昭知道穆思远也有身为男子的责任心，便不再说什么。穆思远体内的寒毒，他一直在配解药，不过现在还差2味药引，进了几次山都没找到，今天得再进1次山。大妹子，你要找什么药啊？你倒是说呀！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你要找什么药？难道要让我们跟你一起当个无头苍蝇，在这山里到处乱转吗？我要找一种叫火阳草的药材，喏，看看。这是什么东东？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看，就说你见识浅薄吧，亏你还说在这山里混了好多年呢，连这火阳草都没有见过。什么？谁说我
我见识浅薄了，不就是火阳草吗？我肯定给你找来。哦，是吗？那我等你的好消息哦。娘亲，那火阳草到底是什么呀？连鸡姐都没见过。火阳草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草药，生长在常年能照到阳光最足的地方。它不过在山里待了几年，没见过很正常。那娘亲，万一她也找不到了怎么办？那就叫上别的动物一起找啦。走吧，我们自己也去找，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找到别的好东西。钱昭昭又继续往前走着，两人一狼直接往深山走去。哎，快看快看，那狼怎么跟在2个人类身边呀？哎呀，这小白狼好好看呀，好想跟它交配呀！滚开，我先看到的。2只柴狗跟在他们身后，对着小白流口水，还差点打起来。娘亲，交配是什么意思啊？别听他们胡说，你还小，咱不学这些。乖哈，你们过来。他在叫我们？好像是。他叫我们干嘛？不会是看上我们了吧？听那小白狼叫他娘亲，哎呦喂，这不会是想让我们给他当狗婿吧？滚滚，你才狗呢！明明是柴婿，不准跟我抢！岳母大人，你是不是看上我，想让我做你们的柴婿啊？我身体强壮，很可以哦。救命！这2只是不是有那什么大病？娘亲，什么是狗婿呀？就是狗腿子。哼，你们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可以，岳母大人，你说要我们帮你什么，小婿一定在所不辞。喏，你们仔细看看，见过这种草吗？岳母大人，只要你让小白狼跟我交配，我就去给你找。滚开！岳母大人，你看我要跟也是跟我可是柴狗一族的老大。停，你们去给我找，谁先找到，我可以让他跟我家小白说2句话。啊，就说2句话呀？能说上话就不错了。你们看看，小白现在愿意搭理你们吗？2只柴狗闻声看去，果然只见小白傲娇地冲他们翻了个白眼儿，扭开了自己高贵的头颅。你们想想，如果你们能跟小白说上话，是不是就能跟他做朋友？那以后关系近了。他没将话说全，却一副你们懂得的表情。得嘞，岳母大人你等着，我这就去给你找那个什么草。哎，白啊，对不起了啊，为了让他们乖乖干活，就委屈你一下了。娘亲，你为什么要让我跟他们说话？他们看起来好傻哟，小白不想跟傻子说话。哼，白白，你是不是娘亲最爱的宝贝？是啊。但娘亲需要他们帮忙，只有那样说，他们才愿意帮忙。你愿不愿意帮帮娘亲啊？只要娘亲需要，小白做什么都可以。哼，小白真乖。耳边突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哎呦，听说这边来了2个人类，我特地来瞅瞅，没想到还是老伙计啊。嘿，猪哥，又见面了。早知道是你啊，我就不来了。怎么？难道是别人？你们还想伤害不成？怎么可能？我们虽然是猪，但是也是很守信用的。既然说了以后不伤害人类，肯定就不会伤害人类。哼，这才对嘛。对了，猪哥，帮我个忙呗。跟之前一样，钱昭昭拿出图纸举到他面前。这个叫火阳草，你发动你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帮我找找呗，我有用。行吧，看在你上次放了我们一马的份上，我……老大，你快去看看，那老虎要生了。啥？这么快？走吧，我们也去看看。他们说什么了？说老虎要生了。老虎？是啊，怎么你害怕？无事，等下我们远远的看着就好。2人一狼循着野猪的足迹，很快便找到了地方。听那母虎的声音，应该是难产了。哼，你当初吃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怎么遭报应了？你媳妇儿这是生不出来了。
肯定就是遭报应了。你听，那母老虎的声音越来越虚弱，肯定马上就要不行了。老虎听见他们的奚落，仰天长啸一声，依旧虎视眈眈地瞪着他们。哼，凶什么凶啊？有本事来咬我啊！垃圾！这是猪脑袋，人家是要生了，又不是要死了。这些个野猪真是不怕老虎日后找他们算账啊！相公，你说我们要不要出去帮忙？不行吧？我看老虎也不吃亏，你出去太危险了。年七，洞穴里的老虎是不是在生孩子呀？听声音好像要不行了，要不还是帮帮吧。在小白的催促下，钱昭昭最后还是一咬牙走了出去。人类竟然敢进深山，真是有胆子。不过现在本王没空搭理你们，你们走吧。别急呀，我们是来帮你的。帮我？对啊，听声音你媳妇应该快不行了吧？我可以帮她接生，不过你要答应我2个条件。你当真能接生？嗯哼，不然我过来干嘛？行，我答应你，你现在就进去给我媳妇儿接生吧。不行啊，万一我接生完了，你伤害我们怎么办？就是，可不是什么动物都像我们这么讲诚信的。你放心，本王好歹是虎王，说话还是算数的。行吧，那就暂且相信你。钱昭昭上前对他进行了一番查看后，发现他的肚子里有3、4个小虎崽，并且个头都不算小，难怪会难产。我现在开始给你接生，你别动，放松身体。母虎也很配合，全程都没有任何反抗。终于在折腾了大半个时辰后，4只小虎崽被顺利生出来了。好啦，你进来看看吧。他怎么了？难产太久了，伤了身子，得养一段时间。行吧，本王说到做到，不伤害你们，你们走吧。这怎么行？咱们说的说到做到，可不只是这个，还有我的2个条件呢。行，你说。在说条件之前，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外面那个小白狼你看见了吧？他的父母是不是你们杀的？不是。可是当初他母亲找到我的时候，说是遇到了虎类啊，难道这山里还有别的老虎不成？山林很大。那我现在说条件吧。我需要一棵这种草，你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又是虎王，想要找到应该不难吧？我知道哪里有。真的啊？不过我现在不能带你去，我现在不能离开他们。这样吧，我帮你在这儿守着，你带我相公和小白去摘。虎王掀起眼皮看向他，眼里都是鄙视。嘿，你那是什么眼神？瞧不起我是吧？钱昭昭怒了，然后抬起一脚踹在了一旁的岩石上。难怪你敢只身入虎穴。你放心，外面的那些野猪我都认识，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有别的野兽过来，说不定他们还能帮着对付呢。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虎王最终点了头。穆思远和小白跟着虎王一起离开了。终于在3刻钟后，虎王和穆思远他们回来了。行了，草药也带你们找到了，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说吧，说完就赶紧走。还有一个条件，我暂时还没有想到，等想到的时候再来找你吧。大妹子，你快给他说说，别来找我们算账啊。对了，刚才这些野猪都在帮你看虎穴呢，你就别找他们算账了。行了，我们也走吧。娘亲，刚刚那个虎王他跑得好快啊，小白差点追不上他了呢。你们是跑着的？他估计不放心这边，所以一直在跑。哦，好吧，那我们先去那边休息一下。狗东西，你敢咬我？啊？怎么了？被蜈蚣咬了。
叫谁狗东西呢？你才狗东西！你全家都是狗东西！老子要的就是你！谁让你们坐在我洞口的？哼，你还挺有理。刚好我相公的解药还差一位蜈蚣，就由你了。你要抓我入药？不行，我可是虫王啊！你怎么能抓我入药呢？信不信我的孩儿们咬死你啊！你一个虫王都落在我的手里呢，你的孩儿们还能拿我怎么样不成？别呀！你放过我，我告诉你千年人参在哪里。什么？千年人参？是啊，你们人类不是就喜欢人参吗？我带你去找千年人参，你放我离开。行吧，你带我们去找千年人参。你个傻逼，老子堂堂一代虫王，怎能被你驱使啊？小白，收到，娘亲。于是百脚齐发的蜈蚣还没跑出去多远，就被小白一爪拍在了地上，摩擦摩擦。于是在蜈蚣的带领下，他们走了近1个时辰，终于来到一处悬崖峭壁上。这里有千年人参，你们不是哄我哦？谁哄你啊？那下面有一个山洞，人参就长在那洞里。不过嘛，看你们这样，想要拿到怕是做梦了。你敢瞧不起我娘亲？嗷！放开！你个粗鲁的狼崽子！哼！钱昭昭则是又走到悬崖边上，下面白雾弥漫，压根就看不到什么。我下去看看吧。不行啊，相公，下面太危险了，还是我下去吧。你身子还没好，万一下到一半晕了怎么办？这次必须听我的。钱昭昭被穆思远眼里的认真给看得愣住了。等他回过神来时，他甚至不敢说话，就怕惊到穆思远，只能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紧张地看着穆思远的身影一点点地往下，一点点地变小，心里祈祷着千万别出事。相公，你看到人参了吗？看到了。白白，你说这千年人参我们该怎么处理啊？娘亲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毕竟千年人参只要找到合适的买家，那他就一夜暴富了。可是那可是千年人参呢，而且他现在也并不是很缺银子。不知不觉，下面的穆思远就已经将人参挖了出来。他从始至终都很小心翼翼，人参没有一点破损，连皮儿都没破一下。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在山里遇到什么了吗？也没什么，就是挖到个人参。人参？是啊，本来老早就要下山的，挖到那根人参拖延了。二嫂，你们竟然挖到了人参！我听医馆的掌柜说人参很值钱的。是挺值钱的，这事儿先别说出去，我还要想想这人参是留下来还是拿去卖了。好。喂，这人参都给你们找回来了，你们能放了我了吧？还不等他说话，野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咯咯叫一声就要啄上去。娘哎，吓死我了！你这野鸡不讲武德，竟然搞偷袭呀！大妹子，这是你们给我抓的晚餐嘛？还怎么不早说呀？哼，我害得我都吃饱了。我留着当宵夜也是可以的。一虫一鸡在屋子里追赶，鸡飞虫跳，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小东西还挺能跑啊！放开我！你这只臭鸡、死鸡、老狗鸡，放开老子！好了，别闹了。看在你带我们找到人参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吧。房门声在院子里响起。谁啊？快救救我家公子！快把人扶进去！爹，这人伤成这样，会不会断气了呀？他没死，你们快救救他，求求你们了！老大，你快去把思远媳妇儿叫来。啊？叫他干啥？
上次思远能醒来是他治的，他应该懂些医术，你先去将他请过来。是他们。是你们？夫人，快救救我家公子，求求你！前世，你之前治好思远，我想着你应该懂些医术，你来给他看看吧。好。之前的伤还没恢复，现在又受了重伤。你们是不是在山里遇到野兽了？啊，我们遇到了老虎，公子他为了掩护我跑，被老虎重伤了。山里怎么会有老虎啊？你们是在外围遇见的，还是在深山里遇见了？不知道，不过应该是深山。村长父子这才松了口气，视线落在钱昭昭的身上。刚才叫他来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他真的会医术。那以后我们村的人生病啥的，岂不是就不用再去别的村或者是镇上请大夫了？一直折腾了小半个时辰，这才终于忙完。好了吗？好啦，等下我回家看看有没有可以给他吃的药，然后你还要注意着，如果他发热什么的就去找我。好，谢谢你了。不客气，只是你们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山里，还遇到了野兽呢？我们只是来这边采药的，今天下山晚了，本来想在山上随便找个山洞将就一晚的，谁知道刚好遇到了老虎，好不容易将那老虎重伤逃出来，我家公子也受伤不轻，好在遇到了姑娘你又救了我家公子一命呢。你们以前就认识？之前在镇上的医馆遇见过他们，救过这位公子一次。他们现在待在这里也不是个事儿，得先找个地方给他们休息啊。乡下人家的房子本就不多，基本都是按在的人口住满的。钱昭昭和穆思远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穆二弟，你家不是还有一间房吗？我们已经分家，那房子现在不属于我们。我们不常住，就住1-2天，等我家公子醒来就行。你们看看能不能腾出一间房，我们愿意给房租。既然他们给房租，那就去问问小雨吧。于是小厮背上明凤，跟钱昭昭他们一起回了穆家。二婶，这么晚怎么了？小雨啊，我们这里有2个朋友需要在咱们家借宿一宿，你看能不能把你们空着的那间房腾出来，借给他们住一晚，他们给房租。好啊，可以，我现在就去收拾房间。谢谢你们啊，麻烦了。你看这一晚上多少银子？不用，你们就住着就行，不用银子。还是给吧，不然你娘那里不好说。那就10文钱。还是1吊钱吧。那这是今天晚上的，麻烦你了。1吊钱就是100文。沐雨没想到他竟然自己主动要给这么多，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没事，他给你就收下吧。好吧。翌日一早，钱昭昭先给明凤把了下脉，又简单检查了下伤势，确定没什么问题后，你们有什么打算？要去镇上的酒楼养伤吗？穆夫人不是说我家公子需要卧床静养，不能随意挪动吗？不能随意挪动，是说他别随便下床走动，以免牵扯到伤口。别人把他抬上车还是可以的。不麻烦了，就先留在这里吧。行吧，不过你们光给房租可不行，还有我的诊费，我家小香的药材费都要给。你用的那些药可都是他辛辛苦苦上山采的。穆夫人放心，银子我们会给的，只要我公子能痊愈就好。那你们好好休息，我们先出去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一晃眼就到了腊月，地里的土豆已经种下去3个多月，差不多该收成了。村长，你让大家挖的时候都小心点，别把土豆挖坏了。到时候全部挖完，我们再上一下秤，看一下产量是多少。好，大家开动吧，挖的时候都注意着点儿，别挖到土豆了。对。在村长的呼吁下，村民全都扛着锄头开动了起来。公子啊，他们这是挖的什么呀？这个时节应该没有粮食可收了吧？明凤自然也给不了他答案。
他自从在穆家养伤后，就一直留在了穆家。后来即使恢复了，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因为他给钱，一次直接给了100两。钱昭昭让他住了，随便住，想怎么住就怎么住。而现在，南溪村的村民们也都已经习惯了他们主仆的存在。这土豆是可以当做粮食来吃的吗？哼，你说呢？可是我以前为何从来没听过这个东西啊？是我娘子发现的，并且她还发现了这东西可以高产，不出意外的话，可以解决百姓们的饥荒问题。如果这东西真的能解决百姓饥荒的问题，那你可是功臣啊。算了吧，什么功臣不功臣的，我也是运气好，刚好这东西被我发现了而已，只要百姓们能吃饱就行了。1亩多地的土豆，几乎全村人一起来挖，不到1天就挖完了。大家连午饭都没回来吃，一直挖到下午申时，把土豆都挖完了，全部挑回来了，这才吃饭。大妹子，这是啥呀？这是酸辣土豆丝，这是煮土豆片，炒土豆片，土豆烧肉，土豆粑粑，狼牙土豆。我的个乖乖的，这土豆可以做成这么多菜？哼，还可以做很多呢。我今天就随便做了几个，让大家知道土豆是可以吃的。好了好了，都别站着了，都坐下吃吧，都忙了大半天了。别说，还真好吃。这土豆丝炒的又酸又辣，味道好极了。面团子好像还没这个好吃嘞。哎，你别抢我的。很明显的，土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本来还担心这东西不能吃的，这回大家是彻底的放心了。吃过饭后，村长取来了村里平时用来称粮食用的大秤，然后在大家的帮助下，开始一袋一袋的称土豆。哦，我们成功了，2500斤，这个冬天不用饿肚子了。不是以后的冬天都不用饿肚子了。前世，我们要感谢前世，是他给我们带来的食物，谢谢你，大妹子，谢谢你，谢谢你带回来土豆，很辛苦栽种，才有了现在2500斤。2500斤啊！我从来没见过亩产这么高的粮食啊！大家激动不已，就差给钱昭昭跪下了。大家激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大家先别激动了。既然土豆的产量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些土豆就分给大家，以后是留着吃，还是来年用来种植，都随大家。整个南溪村这段时间可是热闹了，来来往往的全是10里8乡的村民，而这些人来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听关于土豆的事。有的甚至还会被留下来吃饭，然后吃的不出意外的就是土豆。那看也看到了，吃也吃上了，在一番旁敲侧击的打听下来，土豆是怎么来的，怎么种的，种的时候是长什么样的，是稳得明明白白的。眼看着离过年就只有半个月了，我们打算回去了。是该回去过年了。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不好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来吧。只是这次来这边本是想找一种名为火阳草的草药的，但找了这么久还是没找到。你找火阳草做什么？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火阳草做药引。如果穆姑娘能采到火阳草的话，希望到时候可以留下来，我愿意出钱买。好呀，不过我还不知道火阳草是什么草呢。我那里有图纸，晚点我可以给你。钱昭昭和穆思远全程没说话，就是不知道明凤要是知道这山里的火阳草已经在不久前被他们采了，会不会很激动？不过嘛，这周围的山这么大，也不一定只有一棵火阳草，他只能说祝他们好运了。娘亲，那是谁呀？钱昭昭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果然看见院外来了个人，那人扭扭捏捏的，一个劲儿的往院子里张望，一副想进又不敢进的样子。你找谁？你是小香吗？小香，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婉婉呢。你当初还嫂子嫂子的叫我呢。情敌，
钱昭昭翻了个白眼儿。抱歉啊，我不是小香，不过我是小香的嫂子，你要是找她的话，我可以帮忙叫她。小香，有人找你。穆小香看到那人后愣住了。柳婉婉，你来做什么？我来看看你们呀。我听说你二哥醒了，怎么样了？他身体恢复了吗？他的眼睛一直在不经意地环视四周，看到大房有人出来，他还笑着打招呼。哟，这不是婉婉吗？你怎么想起来我们家了？快来坐。嫂子，我这不是家里没事儿，刚好得空来看看你们吗？你们最近怎么样？听说思远哥醒了，他没什么事儿了吧？哎呀，婉婉，你这是来看我们呢，还是来看老二的呀？我自然是来看你们的了。那你来看人，咋也没带点东西呢？就空手来呀？柳婉婉无语。开玩笑。哎，想当初你们家跟我们家定亲，都以为你能嫁到我们家来呢，谁知道，哎，当初思远哥哥昏迷，我也很难受。我本想嫁进来照顾思远哥哥的，可是我爹娘不同意，背着我就来把亲给退了。我知道的时候都哭了3天3夜没吃饭呢。吴春兰听得嘴角直撇，尤其是柳婉婉那句思远哥哥，差点没给他恶心的把刚刚吃的午饭给吐出来。情敌来喽，有好戏看喽，go！ 再逼逼赖赖，我炖了你。怎么了？相公，你的未婚妻来了哦，思远哥哥，叫得好亲热呢。柳婉婉，当初你们家落井下石，趁着我二哥昏迷就来退亲，现在你又来我们家做什么？柳家和他们穆家曾经是定过亲的，他也曾跟柳婉婉做过朋友。可当初他二哥生病，柳家得知这个消息后，二话不说就来退了亲。退亲没多久，柳婉婉就成亲了，据说是嫁给了镇上一个大户人家的老爷做小妾。就是啊，我跟你说，我二叔已经成亲了，你少打我二叔的主意，他现在可看不上你。我没有啊，你们误会了。趴在墙角的小白终于反应过来了，野鸡嚷嚷着情敌来了，他听不懂，但是一听说这女人曾经竟然跟爹爹定过亲，他就懂了。坏女人，我才不欢迎你，滚出去！这怎么会有狼啊？谁也别想欺负娘亲！小白，别吓着人了。思远哥哥，救命啊！有狼啊！这演技也太低端了吧，就这还想来当绿茶？老二，人家婉婉是专门来看你的，你怎么也不说打个招呼呢？我不认识他，大嫂你若是喜欢他，就把他带去你家里，省得在这污了我娘子的眼。哦吼！没想到文文静静的相公也能说出这种话。思远哥，你一定是还在生气我当初在你生病的时候退亲吧？我知道的，我不怪你，当初确实是我的错，我没有拦住爹娘，才让我们就此错过。乔婉婉姐你说的，当初我二哥那个样子，你们家退亲也是情有可原的，如今我二哥也是被我二嫂治好的，我二哥二嫂现在的感情也很好，所以还要谢谢你当初的不嫁之恩呢，是吧二哥？穆思远平静地了一声，连看都没看柳婉婉一眼。对啊，我二叔二婶现在感情可好了。对了，柳姑娘，不是听说你也成亲了吗？你相公应该对你挺好吧？看你面色红润的，身上穿的也都是好衣裳。是啊，挺好的。好才怪了呢，她嫁的虽然是镇上的大户人家，可是那老头子比他爹还老，除了能让他吃喝不愁，什么也给不了他，甚至在房事上还极其变态，没少被折磨。我就是来看看你们，看看思远哥哥，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那你们忙着，我就先走了。装什么装？不就是嫁给了我不要的男人吗？看着病歪歪的，能不能考上状元还不知道呢。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又一病不起了。哼！他一边想一边走，还没反应过来呢，一只野鸡就跳到了他的头上。落黄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你头上拉屎的不一定是敌人，还有可能是你鸡姐。怎么样，鸡姐我说到做到吧？鸡姐你真厉害，小白最喜欢你了。那下次死公鸡欺负我的时候，你可得帮着我点儿，给我用气势吓死他们。放心，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你这只死鸡，我杀了你！小白当即龇牙咧嘴瞪着柳婉婉，小模样别提多凶了。你别过来啊！你要是伤了我，你家主人不会放过你的。然而小白压根不受他威胁。你看他那个样子。走吧，我们回去了。两只回到家，野鸡仿佛做了一件大事般昂首挺胸，得意的尾巴都恨不得翘到天上去。你们什么时候出去的？干啥去了？娘亲，小白去给娘亲出气了哟。出气？出的什么气？还能什么气？当然是去教训那个情敌喽。啥？你们做啥了？还能干啥？当然是在他头上拉屎了。可以，小白真棒，知道给娘亲出头了。来，香一个。有小白在，谁也不能欺负娘亲。小白是世界上最好的小白。明明我才是干活的那个好吧，怎么不想我呀？哼！你干啥去？打猪草呀。猪草？那猪还没杀呀？还不是大嫂，她不让杀，说要卖钱。这2天她就到处打听着，看谁家要猪，准备卖呢。钱昭昭蹙眉，他觉得过年猪就应该过年杀了吃肉，可是如果卖钱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钱昭昭刚这么想着，吴春兰就带着几个人从外面走来。二嫂，我们快去看看，别让他自己悄悄给卖了。哎，猪兄，你要被卖了耶！村里其他猪不是被杀就是被卖，看来你也难逃一劫了。听话，咱下辈子别做猪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得挨刀子。猪仿佛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一般，趴在那里一动不动。你们家这猪看着没什么精神呀，不会是病猪吧？怎么可能？他这是吃饱了犯懒呢。那你吃饱了也想眯一会儿是不是？人都这样，更别说猪了。有这样打比方的吗？娘亲，他们买走猪兄，是不是也要把他杀了呀？小白，这是世间的自然规律，每个生物都有它的命运和去处。我们养了它1年，就是为了年底吃肉的，知道吗？那小白的命运和使命是什么？这个就等你长大以后自己去发现了。而这边，吴春兰还在跟买猪的人磨嘴皮子，最后以3两银子的价格成交。几人开始去抓猪，猪也大声叫了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做最后的斗争。哎，太惨了，太惨了！我可怜的猪兄啊，你一路走好，我会想你的。昭昭呀，你家这猪就卖了呀？咋不杀了过年嘞？这不是2房不好分吗？干脆换成银子，2家平分好了。那个弟妹啊，你看你们家现在也不缺银子是吧？你看能不能？不能。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们现在又不缺钱，就把这卖猪的钱给我们怎么了？再说了，这猪平时可都是我家小雨辛辛苦苦打猪草来喂的。娘，银子就2家平分吧，你别闹了。我闹？我哪里闹了？死丫头，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你们3姐弟？现在你爹不在了，咱们孤儿寡母的，没有银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饿死了。大嫂，瞧你这话说的，没有银子你去赚呀，
凭什么要我把银子让给你？就是，真当我们好欺负了是吧？说什么这猪是小雨打猪草来喂大的？你摸着你的良心好好问问，这猪到底是谁喂大的？我不管，反正这银子不能平分，大不了按人头分。行啊，那我们就按喂过猪的人的人头来分，有几个人喂过这个猪，就按几个人来分。哎呦喂，我就没见过这卖猪的银子还有按人头分的。今天可不就见着了吗？这没喂过猪的人呐，攥着银子要分钱，怎么好意思呢？不行，就按家里的人头来分。那喂猪的还有喂得多喂得少的呢，你们不就是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吗？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我朱兄辛辛苦苦卖身才得来的银子，凭什么要给他？小白，你去给我抢过来！小白又是一声低吼，然后从他手中将银子叼了出去。哎呦喂，吓死人了，还以为小白要咬人了嘞。哎，可不。相公，明年我们建新房吧。二嫂，你要建新房，要把现在的推了重建吗？不是，是换个地方重新建。我想了一下，刚好山脚下我买了地，要不就建到那里去好了。相公，你怎么说？你说在哪儿建就在哪儿建。哦，建新房了，建新房了，嘿嘿啊！建新房好啊，换了房子就不用再看见那个傻叉了。这野鸡还知道傻叉六，那行，咱们就建到山脚下去吧，那里地方宽敞还清静。等咱们家杨梅成熟了，再弄个杨梅作坊。那二嫂，要是建了新房，咱们现在住的房子咋办？不会给大嫂家吧？干嘛给他？这房子既然分给咱们了，那就是咱们的，就是喂鸡养鸭，放坏放烂也不便宜别人。好吧。吃过饭后，钱昭昭和穆思远就拿着纸笔开始画新房的建设图纸。两人一边商量着要怎么建，一边把图纸画出来。搞定。那相公，等过完年我们就找人开工吧，早点建好，早点住上新房。他们现在住的房子虽然在南溪村算好的了，可他还是住得很不舒适。现在他们都还是两房同用一个厕所，有时候你在里面蹲着，突然闯进个人，他就遇上好几次了，光着屁股蹲在里面，结果沐雨或者沐轩突然跑进去，有时候甚至还撞上吴春兰。哎呦，那尴尬的呀！前世买不起房，又没有办法回农村建，这辈子我要把前世做不了的事情全都做了，建一间理想中的别野。翌日一早，穆思远老早便出门买肉去了，不过他没去镇上，而是去了桃花村的屠夫家。他直接要了半扇猪肉，屠夫心情大好，还说可以给他送去，交了定金后就回去了。另一边，在家的钱昭昭似乎也不是很太平。钱家不知道在哪儿听说钱昭昭给南溪村带来了可以过冬的粮食。此时钱家老太带着柳氏、张氏、王氏三个儿媳上门来了。钱老太和张氏、王氏一进院，那眼睛就没闲过，甚至还各个屋子去窜，想看看有没有啥好东西他们能带走的。只是堂屋有一半是大房的，里面啥也没有。二房的那一半因为堆满了粮食，钱昭昭一直都是锁着的，他们想看也看不了，便只能去看钱昭昭他们的屋子和穆小香的屋子。穆小香板着脸，撅着嘴挡在门口不让进，钱老太骂骂咧咧。人家小姑娘的房间有什么好看的？你们既然是来做客的，那就坐着好好当你们的客人，瞎装有啥嘞？你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还没说你们没事就回去吧，这里不欢迎你们。大过年的不在家待着，瞎跑啥？你，好你个钱昭昭，你不得了了呀！竟然敢这么跟你奶说话，是想造反不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我可是被你们以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穆家的。怎么，年纪大了，老糊涂了，记不清楚了？你个小贱蹄子，你！
老妖婆，你敢骂我娘亲？对，就是这样，吓死这个老妖婆！这只死鸡，都把我家小白白教坏了。这，饶饶，你快拦着他！不行啊，他不听我的。嗷！娘亲，我听你的。你看，他还凶我。赵赵，别让他伤了你奶他们呀！唉，我也拦不住他。他一向不喜欢生人来家里，尤其是没有边界感的主人。生人？我们怎么是生人了？我们是你家人，你赶紧让他走开。哼，是吗？我可没你们这样的家人，是你们亲自把我卖到穆家的，所以你们现在这又是想干嘛？想认回我？不过嘛，估计得给赎金。当初你们是10两银子卖的，现在赎金怎么说也该给个20两吧。1两银子想疯了吧？就是啊，昭昭，我们都是一家人，当初把你嫁进穆家，那也是为你好啊。你看你都17了，再不嫁人，难道要在家当老姑婆不成？哼，可是你们算把我卖给穆家，不是嫁进穆家。你们想要认回我，得问问穆家人同不同意。就是，我们家当初可是花了10两银子把人买过来的。怎么的？现在你们想反悔了？反悔也行啊，先给20两银子的赎金，我们家再考虑要不要把人给你们放回去。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当初我们就是把人嫁进来的，什么时候卖了？哼，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既然如此，那便找村长来说吧。没多久，穆小香就把村长找来了。你们这是做什么？又想来我们村欺负人？这位老大哥，是这样的，我是昭昭的奶奶，想他了，来看看他，不过分吧？这确实没问题，他总不能阻止人家祖孙相见啊。可是我这个当奶奶的辛苦来看他，他不说倒碗水来喝，竟然还放狼咬我们，这是哪儿的理？你说说，有他这样对长辈的吗？村长大伯，他们一来就到处乱转，各个屋子的翻看，连小香的都不放过。小香不让看，他们还骂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土匪呢。就是，当初他们可是把二嫂卖给我们家的，他们来看二嫂，是不是得我们家同意？当初确实是说把人卖给穆家当冲喜媳妇儿的，怎么，现在你们要把人赎回去了？什么卖不卖的？昭昭是我们钱家养了10几年的闺女，咋可能卖呢？明明是嫁进来的，老大哥你可不能乱说。什么叫乱说？当初我们可是说的好好的，10两银子，以后前世就是穆家的人了。咋，要我把当初的文书拿出来给你看看？老大哥，瞧你这话说的，那再怎么说，昭昭也是我们钱家辛苦养大的闺女啊。咱们虽然不是一个村儿，但也是乡里乡亲的，难道你们还真能做得那么绝，狠心让我们失去这个闺女儿？大妹子，你这话就不对了。什么叫我们做的那么绝？绝的人难道不是你们吗？你们要真想要这个闺女儿，直接花钱把人赎回去不就好了？就是，要真想要就花钱把人赎回去啊，我们又不是不放人。拉倒吧，就他们还想呢，我看说不定就是想过来打秋风，顺点东西回去过年。果然，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每一句话都说得钱老太3人难堪不已。没一会儿，几人就被说得落荒而逃了。妹子，以后他们要再敢来，你就去叫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被欺负了。就是，还想来我们南溪村找事儿，当我们是死的。怎么说话呢？杀死不死的。谢谢大家，能嫁到南溪村来，被这么多大哥大嫂、大叔大娘们护着，真是我的福气。哎呦，瞧你说的，你能来到我们村儿，该是我们的福气才是啊。呀，思远回来了。大家这是？早上我奶奶他们过来找事，村长带着大家把他们赶走了。有人来找昭昭的麻烦，我竟然不在身边。
相公，你是不知道，早上大家一人一口唾沫，差点把他们淹死。妹子，瞧你这话说的，我们可没冲他吐口水啊。就是啊，我们就是呸了他们而已嘛。思远在此多谢诸位叔叔婶婶，在我不在家的时候能护着我家昭昭。不用，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护着是应该的。是啊，钱妹子现在可是我们村的人，肯定不能让人欺负了去。相公，那是给咱家送猪肉的吗？穆思远引着屠夫将猪肉扛进厨房。好多肉，好多肉！娘亲，我要吃肉。娘啊，大妹子，你家咋买这么多肉啊？就是啊，虽然现在天气凉，但是你们就3个人，这么多肉怎么吃得完啊？难道是给小白吃的？小白也吃不了这么多啊。没有啦，我打算买回来做腊肉的。腊肉？是啊，腊肉就是把猪肉用盐巴腌上，然后分成一长条一长条的，然后挂起来用柴火熏，等熏得差不多就可以吃了。就算吃不完也能放着，可以放好久呢。可以放很久？那是多久呀？这个就不好说了，有些能放个1-2年呢。放1-2年？真的假的？不会生蛆吗？不会，你就一直挂在那里，或者也可以在厨房做一个隔层，把它们挂在上面，只要每天烧火都能熏到，就不会生蛆。这样能行吗？要不我们也试试，那样是不是就1年都不用买肉了？你家猪都卖了，是啥呀？明年再说吧。众人哈哈大笑，也没再说要试的话了。他先将猪肉切成一长条一长条的，然后用盐巴腌上，还不忘顺便指挥穆思远干活。看到这猪肉，我就想起猪兄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变成猪肉了？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这一说，我这肉还吃不吃啊？你吃不吃关我啥事儿？话说你们人类是真凶残呐，好吃好喝养了1年的猪，说杀就杀，说卖就卖。猪兄怕是不会知道，杀他的和每天给他吃喝的是同一个人吧？猪肉全部腌完，绑好绳子挂好后，天已经完全黑了。哎呀，都这么晚了，又该吃饭了。吃饭时，钱昭昭如往常一样，给野鸡和小白都准备了饭食。而到野鸡的时候，钱昭昭扫了他一眼，就给了他半碗米饭。不，你夹点肉啊！小香香做的菜那么好吃，你难道想吃独食不成？你今天没有肉。为什么？你不是说我们人类凶残吗？既然你心疼猪，那你以后就别吃肉了。别呀，这怎么行？我是杂食动物，怎么能不吃肉呢？现在知道你是杂食动物了。其实我觉得你吃虫子的时候也挺凶残的，小虫子那么小那么可爱，你竟然吃它们。反正你今天没肉，爱吃不吃，不吃拉倒。相公，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科考吗？打算明年8月参加秋闱，不出意外的话，来年能继续参加春闱。这样啊，那相公你要加油，争取一次性考过。相公，你有没有想过去书院念书？讲过，但镇上并没有很好的书院，若是要念，就只能去县里。可县里不说束修贵，就是每日来回都要1-2个时辰，实在是不便。每日2个时辰的路程，确实是太浪费时间。可是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别想那些了，我就算在家里也是能自学的。睡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天上怎么飘下白白的东西了？娘亲，你快来看呐！相公，快，你快来看，下雪了！娘亲，你看这东西跟我一样白哎，它飘到我的毛毛上了。小白，这东西叫雪，下雪了。这就是雪呀！他高兴地钻进鸡圈，一把把野鸡提溜了出来。这个傻子，下个雪竟然就把我给拉起来，是没见过雪是咋的？这次的雪下得格外久，
从29的晚上一直下，下了整整5天都没有停，并且还下得格外大。唉，这雪也不知道要下多久。哼，盼它下的时候它不下，现在一下就下这么多天，还是这么大的雪，该不会刚过了旱灾，又来雪灾吧？嫂子别这么说，你往好了想，瑞雪兆丰年，说不定来年能够大丰收呢。话是这么说，但是现在这老天就跟和咱开玩笑似的，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又是大旱又是大雪的，就怕来年再来个洪涝，那咱这日子还真没法过了。呸，这种话可不行说啊！旱了这么久，它多下点雪也是正常的，只要能在春种的时候停，不影响咱们种庄稼就好了。是啊，昭昭不是说了吗？瑞雪兆丰年，明年说不定真能大丰收呢。昭昭家这腊肉看着还真可以哎，就是熏得这么黑，真的能吃吗？可以啊，多洗2遍就可以了。到时候给你们每家送一点尝尝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没啥不好意思的，反正这么多呢，我们3个人也吃不了多少，给你们尝尝，要是觉得好吃，以后你们也能自己做了。小哥哥，乖，别动。小哥哥别走嘛，姐姐肤白貌美大长腿，满足不了你还是咋？来给姐姐表演一段。他哪里学来的这些啊？你害羞个啥？昭昭还没关门。穆思远本来就是在强迫自己冷静，被钱昭昭来了这么一下，脑子里一直绷着的那根弦啪的一下断了。坏人竟然想吃掉娘亲！穆思远一惊，赶紧翻身到一边。谁也别想伤害娘亲，爹爹也不行。你先让开，我给他洗脸呢。不让，坚决不让！让开你这个大坏蛋，就要吃掉娘亲了！野鸡听到动静飞进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顿时一个头2个大。你把他拉出去。就差把幸灾乐祸写在脸上的野鸡，就算再想看穆思远憋屈，但到底还是没敢造次，上前去劝说小白。小白白，你这是做什么呢？你爹娘都要睡觉了，你也跟我睡觉去。不行，他会吃掉娘亲的。不会的，他跟你娘亲是夫妻，怎么会吃掉你娘亲呢？乖，跟我出去睡觉去。不行，你不知道他刚才都抱着娘亲啃了。那是人类夫妻之间的情趣，他们是不会吃人的。就像你会吃掉你的同类吗？不会。可是这怎么能是情趣呢？情趣是什么？这就对了嘛。乖，你娘亲累了一天，让她睡觉吧，你再打扰她，她会生气的。听到野鸡这话，小白偏头看向已经熟睡的钱昭昭，也不敢再闹了，乖乖跟野鸡出了房间。喝醉后的钱昭昭睡觉似乎并不老实，猛地转过脑袋，一口呕吐物从嘴里喷了出来。翌日天光大亮，钱昭昭揉着眼睛醒了过来。相公早啊。睡醒了啊？相公咋啦？没事，再躺会儿。以往这男人都是每天很早就起了，并且都是神清气爽的，今日这是咋了？相公你不会生病了吧？我没病，就是昨晚被你折腾狠了。哪尼？我昨晚做什么了？竟然能让病愈后体力一向不错的相公说出这话，难道我也当了一回一夜七次郎？妈呀，喝醉后这么疯狂的吗？太亏了，这样的好事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白下这么一个美人老公了。你想什么呢？我是说你昨晚吐了我一脸，折腾了我大半宿。啥？我昨晚吐了你一脸？不然呢？以后没有我在，你坚决不能喝酒，听见没？这我怎么不记得了？你可别骗我，我可是上过幼儿园的。
我是说认真的，以后我不在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能跟人喝酒，听见没？哦，我知道了。娘亲，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小白可担心你了呢。为什么总感觉昨晚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娘亲没事啊，就是不小心喝醉了，睡了一觉而已。嘿嘿，娘亲没事就好，小白就放心了。大妹子，你这小狼崽子可真是养对了呀，从来可没少担心你呢，简直比儿子都亲了。这小鸡鸡说话也是奇奇怪怪的，所以昨晚到底还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哎，小鸡鸡，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你真的想知道？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你以后让我实现肉食自由，我就告诉你。一只野鸡，有吃的有住的就不错了，竟然还挑上了，挑就算了，竟然还能跟我讲条件了。行吧，如果你说的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考虑考虑。野鸡完全没发现问题，只当他是答应了，当即兴致勃勃地把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我就说嘛，要只是吐了而已，穆思远何至于用命令的口吻提出那种要求？对了，思远家大，你之前还说要请大家帮忙，是帮啥忙啊？其实也没啥，就是我们家今年打算重新盖一间房子，想请大家帮忙一起盖。啥？你们要盖房子？你们这会不会太冲动了？不会，我跟相公商量过的，连新房的图纸都画好了，现在就是给大家打个招呼，就等着天一放晴就动工了。那你们想好盖哪儿了吗？还是说把现在这个推掉重新盖？不是，我们打算盖到那边山脚下的荒地那里，刚好我的木材也堆在那里。好，既然你们都商量好了，那就盖吧。啥时候开工说一声，我想大家都很乐意帮忙的。好，现在大雪纷飞的，也干不了，等雪停吧。不过大家放心，不会让你们白干活的，到时候我们给大家算工钱，按照市场价30文钱一天。哎，好，妹子你放心，到时候我肯定来。这大雪又一连下了2个月，才终于是停了。这雪终于停了，希望后面别再下了。只要不下的话，大家也就算熬过这个荒年了。有了这场大雪，来年的庄稼应该不会差。是啊，就是不知道这场大雪对多少人有了影响。如钱昭昭所想那般，这个冬天确实多出了不少难民，他们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到处乞讨着吃食，有相互搀扶的老人，有带着孩子的妇女，有失去家人的孤儿，各种哭声和哀嚎声也是不绝于耳，看得人心情十分沉重。耳边传来婴儿的哭声，撕心裂肺一般。钱昭昭3人转头看去，只见一个妇人身边蹲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婴儿许是饿得很了，一直哭，而妇人也是心疼的眼泪直掉，想要喂婴儿吃奶，可是她自己也是2天没吃饭了，完全没有奶水。二嫂，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不是带了几个鸡蛋吗？给他们吧。好。她从自己的小背包里摸出包好的鸡蛋，走到那母女3人面前。姑娘，求求你给点吃的吧，我们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我饿点没关系，可是我的孩子他们饿不了呀，求求你给点吃的吧。你别这样，快起来，喏，给你们吃吧。谢谢姑娘，谢谢姑娘。姑娘，给点吃的吧，姑娘。求求你了，给点吃的吧，我3天没吃饭了。难民们全都双膝跪地，围着穆小香一个劲儿的磕头，一边磕一边叫着给点吃的吧。钱昭昭叹了口气，去把他从一堆难民中拉出来。我们去粮铺看看吧。3人往粮铺而去，留下一堆难民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等他们走远后，
难民们突然把目光放在了那母女3人身上，眼冒绿光。你们想做什么？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只是一众难民突然一拥而上，夺过了他手中的鸡蛋，就连他剥开了喂婴儿的那个都没放过。妇人顿时发了疯一般的大叫，他抢不过众人，只能跪在地上求大家把鸡蛋还给他。二嫂，我们去粮铺做什么？要买粮食吗？你不是心疼那些难民吗？我们去看看粮铺的粮食怎么样。如果是正常价的话，可以买些来施粥。这二嫂咋办呢？粮铺没开门。钱昭昭正要说话，小姐，这粮铺又没开门啊。去敲门，本小姐倒是要看看他们想干什么。是。敲什么敲？今天不做生意。今日不做生意？你们都多久没做生意了？怎么是打算以后都不做生意了是吧？哼，这是我们掌柜的说的，小的也是听话办事儿。姑娘若是有意见的话，可以去找我们掌柜的。是吗？那就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见我吧。这……伙计看他坚持要见掌柜，只得冲后面的另一个伙计使了个眼色。既为粮铺却不做生意，那留着这招牌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拆了吧。公子啊，不是我们不做生意，是我们掌柜的说了，现在就算开门也没什么生意，不如再歇几天。我们就是来买粮食的，快开门吧。你们现在不开门，是想等着以后大家饿得很了，将粮食高价卖吧？怎么会呢？掌柜的咋还不来？这几人太过难缠，我有点招架不住啊。他刚这么想着，后面就传来脚步声。不是说了吗？现在粮铺不开门，要买粮食到别家的买，一个个的是听不懂人话是吗？掌柜的好大的架子呀！是大小姐啊，小姐您怎么来了？大小姐啊，眼前这位该不会是我们东家的大小姐吧？你做什么？连大小姐都敢拦，不想在这儿干了是不是？对不起，小的不知道是大小姐，小姐恕罪。哼！李思琴冷哼一声，抬脚进店。只是当走进店里，看见那几大缸堆得满满登登的大米粮食时，他顿时气得不行。这不是有粮食吗？为什么不开门做生意？莫不是真像这公子说的，想等着以后高价卖？大小姐，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也是为了店里好啊。为店里好？那我倒是要听听你怎么个为店里好法。自从雪婷能出门后，我每天都过来，你们却每天都没开门，怎么这生意是不做了？店里养着你们吃闲饭？大小姐，您有所不知啊，现在虽然雪停了，但是街上的难民也多了起来。这些难民大部分都是那种饿得很了的，有的实在要不到吃的，看见哪里有店铺开门就直接闯进去抢啊。尤其是咱们这种粮铺，铺子里就2个伙计，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所以只能先闭门谢客了。行吧，那现在给我装100斤粗米，我要带走。大小姐，您要100斤米干啥呀？可是家里没有米吃了。这个你就别管了，先给我带米吧。这……怎么，我一个大小姐还使唤不动你了？还是说需要我爹亲自来跟你说？不敢，那我这就让伙计给大小姐装米。你是穆夫人是吧？对了，穆夫人，你们今日来是来买粮食的吗？刚好这铺子是我家的，我可以让掌柜的给你们便宜一些。那就谢谢李小姐啦，我也想买100斤粗米呢。不客气，那就给你按7成的价算。有优惠，钱昭昭自然高兴，又对李思琴一番道谢。等伙计称好粮食后，2队人一起出了粮铺。穆夫人，需要我让人给你把粮食送回去吗？不用，那我们就先走啦。李小姐再会。这边李思琴离开粮铺后，却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让伙计把粮食扛到了镇外。大小姐啊，我们去镇外干啥呀？你无需多问，扛过去便是。而另一边，钱昭昭他们也带着粮食来到了镇子外面。诸位，我们知道你们大家都是从别的地方流落过来的难民，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很难受，所以买了些粗米，打算在这里搭个伙食粥。大家若是想吃的，就自觉排队；若是不想吃的，也请站在一边，别影响别的人领粥。此话一出，难民们全都震惊了，旋即便是大喜。很快临时的灶搭好，烧水下米，粥很快就煮了起来。清香的味道传入难民们的鼻尖，他们重重地咽着口水，肚子更是咕噜咕噜地叫着，眼珠子就差没沾到那锅里去了。大家别急，都排好队，粥很快就好了。若是没有排队的，我是不会给他打粥的。秩序控制好，接下来就是等粥煮熟。只是在这期间，李思琴他们也过来了。穆夫人，你们也在施粥啊？李小姐，你这是？我闲来无事，看这些难民可怜，便想取些米来施粥，却不想会在这里遇上穆夫人，真是太巧了。那确实挺巧的，不过李小姐来得正好，难民太多，我还怕我这点米不够呢。李思琴一想也是，当即让下人忙活起来。难民们听说这位小姐也是来施粥的，都很是高兴。您来了，我们去后面说吧。来到后面的房间里，女子这才摘下帷帽，容颜露出。不是当初去穆家的那个柳婉婉，又是谁呢？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还能是谁？夫人和大小姐们，整个李家都是他们俩当家，我一个小小姨娘，稍微有点做的不对的，都能遭到他们一阵惩罚。没事没事啊，只要生出儿子就好了。李家就那么一个大小姐，李老爷就盼着能有个儿子给他继承家业呢。只要你生出儿子，以后肯定就没人敢欺负你了。话是这么说，可是儿子哪里是那么好生的呀？李老爷他都50多岁了。宝贝乖啊，再忍忍，不就是儿子吗？李老爷不行，我还不行吗？我再努努力，肯定尽快让你怀上一个。他一边说，还不忘在柳婉婉的嘴上亲了一口，那嘴里的臭味啊，比50多岁的李老爷也好不到哪儿去，熏得柳婉婉差点绷不住，当场吐出来。先别急，你还没说这么急着叫我出来是何事呢？今日那李大小姐来了铺子里，取走了100斤粗米。100斤粗米，她要做什么？不知道啊，我本来以为她是取回去吃的，可是去给你送信的伙计回来说，他们并没有回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李思琴她拿100斤粗米做什么？李家上下，哪怕是下人也都是不吃粗米的。对了，还有个事儿啊，之前李大小姐不是脸上长东西毁容了吗？你猜是谁给治好的？是谁？那人算是粮铺的大客户了，年前就没少来店里买粮食，断断续续的，怕是也买了上千斤了。今日他们在铺子里聊天，我就在旁边听着，才知道是他做出了一种叫雪花膏的东西，才治好了李小姐的脸。那雪花膏买20两银子1瓶，李小姐又跟他买了1瓶呢。那可知道那人是谁了？唉，具体是谁我也不知道，只是听见李小姐叫她穆夫人，她丈夫长得还挺俊俏的，身边还跟着个10来岁的小姑娘。哦，对了，我听他们好像还提到了什么南溪村，想来他们应该是那什么南溪村的人吧？不会那么巧吧？事实就是这么巧，真的是他们，竟然是钱昭昭治好了李思琴的脸。也就是说，我当初挨的那顿打，也是钱昭昭那个贱人造成的。尤其他竟然还1瓶药膏卖20两银子，这是踩在我头上赚钱呢。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都可以过得这么好？我都嫁给一个糟老头了，本以为会过得很好了，可是好像还是不如他们。我要他们过得比我惨。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咋了？他是谁啊？宝贝儿，难道还跟他认识？我跟他也算是旧识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他因为长得丑，经常被人欺负，我看他可怜，便一直护着他。可是没想到他长大后，却抢了我的未婚夫。什么？还有这种事儿啊？算了，我不怪他。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你放心，他敢这么欺负你，我一定帮你出气。很快，屋子里就响起了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第二天，钱昭昭他们三人照常去镇上日行一善，先来粮铺买了100斤的粮食。掌柜的看见他们，还是跟昨日一样，没有很热情，也没有别的不好的情绪，好像还是把他们当成普通的客人一般。至于米价嘛，自然也是跟昨日一样的价钱，只不过今日没有打7折。钱昭昭也没在意，毕竟人家要赚钱的嘛。付了钱，拉着粮食来到镇外，这里的难民们已经等着了。这样下去，他就是有再多的银子也经不住耗啊。不一会儿，李思琴的马车也来了。昭昭姐，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我刚才去粮铺没看见你们，还以为你们还没来呢。没有啊，跟昨天一样的时间呀。那是我来晚了。也没有，我们也是刚到，你来的不晚。这时2个难民打了水回来，他打开米袋，准备洗米下锅。这米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啊？难道是发霉了？不是，是被人下药了。下药？不会吧，什么药啊？这米应该还是在李氏粮铺买的，若是被下药了，那岂不是粮铺的人下的？倒也不是毒药，就是能让人拉肚子拉到虚脱。下药的人或许也是不想弄出人命，所以才下了这种药的。只是他没想到自己刚好是医者，对药物格外敏感。难道是那粮铺的伙计下的？真是给他们狗胆了，竟然敢下药！昭昭姐，你放心，我这就去把那人抓出来，让他们给你们一个交代。你这样去问，他们也不会承认的，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好。大小姐，您怎么回来了？是还需要什么吗？回来看看。掌柜的，是这样的，我们走到半路才反应过来，我们今天应该是要买细米的，这粗米已经买太多了，实在是吃不完，所以想拿回来跟你换一下，换成细米。粗米换细米，肯定就会补钱，这种要求一般老板都是不会拒绝的。不行。为何不行？难道掌柜的是怕我们不补钱？这个你大可放心，我们肯定会补钱的，差多少你直接说就是了。还是说掌柜的怕我们在米里动手脚？这个你更是可以放心，我们刚出门就遇上了李小姐，她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完全可以证明我们没有对米做什么，是吧李小姐？哦，我们可以证明他们没打开过米袋。掌柜的，给他们换吧。这大小姐，咱们粮铺有规矩，货物一旦离店啊，概不退换，怎么还能给他们换呢？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规矩啊？大小姐您常年在家，不知道铺子里的规矩也是正常。这样啊，那我回去问问我爹，看看有没有这个规矩吧。别，大小姐，这种小事啊，就别打扰老爷了吧。哼，掌柜的，你在慌什么？扫了那边一脸不解的2个伙计一眼，心中大概有了猜测。真是没想到，做出这种事的竟然会是掌柜。哼。我没慌啊，我只是想跟大小姐说，您虽为大小姐，可到底是个姑娘家，店里许多事情你也不知道，这米不能换，就是不能换的。这话就已经有点埋怨李思琴多管闲事的意思了。别的我倒是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开铺子就是为了赚钱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粮铺去年1年都在亏本，
本还以为是生意不好的原因，现在看来，不是生意不好，是掌柜的自己把生意往外推啊。我们家可要不起你这样的掌柜，我看您，要不还是回去养老吧。哪里会啊！既然大小姐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能说什么了。你说换就换吧。哼，那还不赶紧换？这袋粗米就给我吧，刚才家里下人们没米吃了，先带回去应应急。这不可呀，这米毕竟出去走了一圈，如何能直接拉回去吃呢？万一吃出问题来呢？还是我晚点找个人来看看，没问题再说吧。大小姐，你要是要米的话，我让人重新装便是了。掌柜的，你这话就不对了呀，这不是污蔑我们吗？我刚刚都说了，这米我们一直没有打开过，李小姐可是能作证的。就是，那么麻烦做什么？给我送到家里去吧。最后钱昭昭补了细米的银子，和李思琴一起提着米离开了。李小姐，那我们就先离开了，麻烦你了。不麻烦应该的，那你们慢走，我也要先回家一趟。他回到家后，并没有急着把米的事传下去，而是先调查了一下粮铺掌柜的最近在跟谁接触。你说什么？戚姨娘？是的，大小姐，粮铺的掌柜最近并没有跟谁有过接触，只有昨日戚姨娘去了粮铺，在里面待了大概1个时辰才出来，却什么都没买。柳婉婉，她去粮铺做什么？这不对劲。听说，你再去查一下，柳婉婉除了昨日，以前还有没有跟粮铺掌柜接触过？这一调查就是一上午，直到下午才回来。大小姐，戚姨娘自从年前开始，就3、5不时的跟粮铺掌柜见上一面，有时是去粮铺，有时是茶馆，有时是酒楼，甚至粮铺掌柜好几次还借着给老爷汇报事情的借口去了戚姨娘的院子，每次两人都会单独待上好一阵儿，而戚姨娘离开的时候也是什么？每次戚姨娘离开的时候都是面色桃红，一看就是刚刚经历过男欢女爱的模样。说到最后，管家声音都小了几分，实在是大小姐还没出嫁，让她一个黄花大闺女听这些太过乌耳了。听说你把那袋子米送到戚姨娘的院子去，就说是老爷关心戚姨娘的父母，怕他们因为饥荒饿着，让戚姨娘给他娘家人送去，如果实在不想送，自己吃了也行。是。等一下，你等一下再派人去查查戚姨娘跟南溪村的穆家有什么关系。丁叔没有多问，答应一声，看李思琴没什么交代了，这才扛着米离去。这边钱昭昭他们忙活了一天，3人都累得不行。昭昭啊，你们在家吗？在家。大娘，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是想来问问你们家什么时候犁田呢？那到时候犁好了，那牛能不能借我们家2天呢？能啊，就是我也有个不情之请。你说，咱们之间还说什么不情之请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直接说就行了。是这样的，大娘，你看我们家就3个人，也没有什么劳动力，牛我们明天就能借给你们家，只是你们家犁田的时候，能不能帮忙把我们家那几亩地也犁了呀？我们家可以给开工钱。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都把牛借给我们家了，帮你们家犁几亩田地，那不是应该的吗？竟然还说给工钱，这么见外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也得付牛钱呀？啊，不是，大娘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挺忙的，不能白白让张大哥干活。既然你们不要工钱，愿意帮忙，那我们自然高兴了。就是，牛你们尽管用，可不能说付牛钱这种话了。这个还差不多。那明儿个我让大河先把你家那几亩田地犁了，再犁我们家的。都行，反正牛给你们了，你们说了算，先犁谁家的都可以。客官里面请，吃点什么？老板，我不是来吃东西的，我看见你在外面写了此店出售，所以进来看看。姑娘要买铺子吗？
有这个想法。这铺子看着挺好的呀，为什么会突然想卖呢？哎，还能因为啥？吃不上饭了呗。从去年开始生意就不好，现在家中父母又因为这一场大雪病倒了，光是治病就不知道需要多少钱，没办法，只能把铺子卖了。那你这铺子想卖个什么价？姑娘，你看啊，现在这个情况你也看见了，我卖这个铺子不仅要养家，还要给年迈的父母治病，而且铺子的地段什么的本身也挺好的，你看就给个280两银子吧。看得出老板的压力是真的很大，卖这个铺子成为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可是280两属实是有点贵了。老板，你看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家的姑娘，一下子拿出280两实在是有些困难。这样吧，200两如何？姑娘，你这砍的也太狠了吧，这个地段的铺子而且也不算小，若是换作以前最少也能卖到300两的。你也说了，那是以前嘛，今时不同往日，就200两，你看能不能卖？能卖的话，我现在就下定金。250两。就200两。老板，你也说了，现在这个情况200两真的可以了，而且我自己也是要回去凑钱的。这样吧，老板，你不是说家中父母生病需要银钱治病吗？刚好我自己是个大夫，会点医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带我去看看。你会医术啊？会一些，不过能不能治好我也不敢下保证，你可以先带我去看看。哎，好好好。于是老板关上店铺，两人一起往老板家而去。才刚走到门口，里面就传来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声。姑娘，你看，我爹娘就是这样，一直咳嗽了有半个多月了，有时还会发热，有时又会发冷，浑身冷到发抖的那种。哎，大夫只说是风寒，可是又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姑娘，你看看有办法吗？确实是风寒，拖的时间有些久了。等下我开个方子，你按照方子去抓药，我这边给针灸一下，3天就能痊愈。啥？3天？可别是说大话呀。之前大夫看了几次，药也吃了不少，不见好就算了，还越来越严重。现在却说3天就能痊愈，这怎么可能啊？屋子里一刻钟已到。哎，爹啊，你脸色看起来好多了呀。是吗？我也感觉比之前舒服了。咱们这是遇上神医了呀，正清可得好好感谢人家。姑娘，那谢谢你啊。不用，那店铺你给我便宜点就是了。啥店铺？正清，你不会要把咱家那铺子卖了吧？爹娘，我确实打算把咱家那饭店卖了。正清啊，你糊涂啊，那可是咱们一家子的命根子呀，你咋能卖呢？娘爹，你们别急呀，我卖那铺子也是不得已的。从去年开始，店里就一直在亏欠，今年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把铺子卖了，咱们再谋点别的生路就是了，不然一直亏下去，咱家日子只会更难过的。正清啊，既然是神医要买咱家铺子，那你可得便宜点儿。我给你爹的命可是神医救回来的。大娘，没那么夸张，你们就是感染了风寒而已。不夸张不夸张，姑娘你这针一扎，我一直难受的身体感觉都好了。对了，好像还有咳嗽，我现在好像不咳了耶。对，我从拔针到现在确实都没有咳嗽了。神医啊！一家人齐齐看向钱昭昭，眼里闪烁着激动耀眼的光芒，恨不得给他跪下了。你们别这样，我本来也不是免费医治的，还希望老板大哥给我便宜点呢。成，只要我爹娘能好，别说便宜点儿，就是免费送给姑娘都行。这属实够孝顺了，钱昭昭都忍不住为他点赞。
但是对他这冲动的做法并不认可。不用了，咱们还是按照之前说的价钱，你给我便宜点就行了。之前说的多少钱？280两，不过我说200两就行了。那就150两，买个小神医。啊，这怎么有问题？我觉得可行，小神医治好了我跟你爹，再便宜50两，就当我跟你爹的诊费了。难道我跟你爹的这2条老命还不值50两？爹娘，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如此，那就150两吧。不过是把脉，扎几针的事情，却一下子便宜了50两，哼，不亏。那我回去凑银子，明天我来给大娘大叔针灸，再跟老板大哥去过户吧。二嫂，你回来啦！明凤公子来了，还带着几个大人，说是有圣旨，等着你跟二哥回来接旨呢。圣旨？什么圣旨？明凤看见他回来，起身走到他跟前。穆夫人。明凤公子，听说明凤公子是来宣旨的？不，穆夫人误会了，宣旨的是这位公公，我只是顺路来看看你们。想必这位就是前世穆夫人了吧？听说穆夫人寻来了一种名叫土豆的高产粮食，解决了百姓们的饥荒问题。咱家是奉皇上的命前来宣旨封赏的，穆夫人接旨吧。看那公公从袖口取出圣旨，干脆就直接跪了下来。他一跪下，第一次见到圣旨，本就惶恐的村民们也都跟着呼啦啦地跪了下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南溪村牧氏昭昭种出高产土豆，解决百姓饥荒问题，倍感欣慰，特赐白银100两、玉米1000斤，以示嘉奖。另命大司农张大人前往南溪村，将土豆扩散，让更多百姓得到种植。牧氏在旁协助，钦此。麻烦公公了。穆夫人客气了，圣旨已宣，咱家还要回京复旨，这里就交给张大人了。公公回头对张大人说了一句，便带着自己的侍卫离开了。明凤公子，你看这……穆夫人不必紧张，圣旨里面说了，穆夫人种出高产土豆有功，陛下才专门下旨赏赐。至于张大人，他是专门管理农业一职大司农大人，这次前来也是奉旨来将土豆扩散到更多的百姓手中，让更多百姓能够得到种植。那我需要做点什么？穆夫人只需要帮忙呼吁村民们把之前的土豆都交上来，然后我们再分给更多的百姓。穆夫人再教百姓们如何种植就行了。不对，土豆交上去了，那村民们吃什么呀？其他村民也反应了过来，全都齐齐看着张正平，格外的紧张。穆夫人放心，陛下圣命已经下旨，让各州县的县令即日开始开仓放粮，大家只需要去领粮食便是，不会没有粮食吃的。再说土豆交上来后，只是在少量多份的分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当成种子去种植，南溪村的百姓也是会有一份的。听他这么一说，似乎没什么问题了，但钱昭昭还是眉头紧蹙，总觉得这样吃亏的还是南溪村的百姓。钱昭昭发现这些村民真的很实诚，让上交土豆竟然就真的全都上交了，一个都不留。张大人，去年我们收成的土豆一共2500多斤，过年大家吃了一部分，还剩900斤左右，全都在这儿呢，你看看。麻烦大家了，穆夫人，趁着今天还有点时间，不如就去通知其他村的村民，然后再把这些土豆分发下去吧。等一下，穆夫人，有什么问题吗？是这样的，与其把这些土豆又分给更多的百姓，不如朝廷出钱出地，自己种植。自己种植？是的，目前这点土豆也就几百斤，根本就分不了几个百姓，到时候一些人有，一些人没有，
岂不是让那些没有的百姓们对朝廷有怨言吗？所以民妇觉得，不如朝廷自己先种植，等第一批土豆收成，土豆的数量上去了，再分给百姓们，到时候就能分给更多的百姓。似乎这个方法也不错，可是如果朝廷自己种植了，真的还会分给我们这些百姓吗？本官也觉得可行，可是张大人可是觉得朝廷种植的话，地和种植的人怎么解决？是的，本官这次前来并没有带几个人。这个简单，张大人只需要跟百姓们租用土地，然后再雇佣百姓来种就是了。雇佣？是啊，我想只要有工钱，大家肯定很乐意为朝廷效力，是吧，村长大伯？这前世竟然敢让朝廷给我们发工钱，这让我怎么说啊？这个方法甚好，我觉得张大人可以考虑一下。行，那本官这就上奏皇上，只要皇上同意，就按照穆夫人此法来做。那就麻烦张大人了，张大人先休息一会儿，民妇这就去做饭，爹好好招待张大人。穆姑娘，你二哥呢？今日怎么一直不见他人呢？二哥去县里了。去县里？去县里做什么？还不是因为镇上的那些难民，二哥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去县里找县令反映去了，希望县令能想办法解决一下。难怪我们来的时候看见穆姑娘在镇外施粥。不过这施粥的主意是我二嫂出的，现在她每天都要去买100斤大米，然后再拉到镇外施粥。这一家人似乎都在为百姓考虑。穆思远是傍晚时分回来的，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村长。穆兄。宁凤公子。相公，你回来了，事情怎么样了？我到县里后便直接去了县衙，县令大人听说是我求见，倒是没有为难，让人将我带了进去。后来张大人就到了，并将你想到的办法说了一遍。县令大人很高兴，当即就拍板答应了下来。太好啦，那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这2日就会实施起来。穆思远说着，眼神依旧深深地看着钱昭昭。相公，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没事，就是没想到这办法会是你想出来的。我家昭昭真聪明。你今天才知道我聪明啊？我何德何能娶到这样一位冰雪聪颖、蕙质兰心的妻子？对了，县令大人还让思远帮着处理这件事儿，估计接下来的日子你得辛苦起来了。无碍，能为县令大人分忧，是身为百姓的我们应该做的，没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对了，张大人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呀？他留在县里了，说得先把你下午说的种植土豆的事儿上奏皇上，等皇上的批阅下来再回来实施。钱昭昭点点头，院外却突然来了人。嫂子，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啊，是想问点事情。什么事？嫂子你说。是这样的，妹子，早上迎那位大人的要求，大家把土豆全都上交了，可是妹子你知道的，大家这几个月一直都是靠吃土豆过活，现在土豆上交了，大家一时间都没东西吃了。回头看向村长，村长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皱起了眉头。钱昭昭想了想，当视线扫到明凤时，忽然眼睛一亮。对了，今天圣旨上不是说了吗？皇上赏了我1000斤玉米，就把那些玉米分给大家吧。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皇上是因为我种出了土豆才赏我玉米的，但是种植那些土豆大家也有份啊，理应分给大家。穆夫人所言极是，米既已经赏给了你，你给谁吃都是你自己的自由。好了，那就让大家来领米吧。很快全村人就多聚集了过来，刚好村长在这里，便由村长主持分米。